盘战体系再变天，程昱位置登顶。晚上好，兄弟们，我是老包。程昱来到我们面前，时间已经不短，但拥有他的兄弟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。当前版本，程昱位置是盘战体系最强的队伍，没有之一。这是我个人认为，继当年的爷爷队到今天率土出现的又一队 T0队伍，战法如图。这里头最大的亮点是当阳桥，肯定有兄弟会奇怪，在一个追求伤害的队伍当中，为什么当阳桥这个控制战法会变成神来之笔？我们先看审时定计的内容。战斗开始后，敌军全体被施加特殊负面效果前，程昱可以给到敌军全体的增伤、我军的单体恢复，还有我军全体的负面效果的抵御能力。众所周知，浑水摸鱼是率土当中控制类主动战法最强的，但在新位置当中则完全不同。原因就是当阳桥总共有3个效果，并且这3个效果是分别去判定施加的。那这里和审时定计就非常的契合了。郭嘉的主战法奇左鬼谋有负面，荀彧的主战法驱虎吞狼虽然没有描述负面内容，但实际也是有的，因为禁疗效果就是负面效果当中的围困，加上我们能给到的所有包含负面内容的主动战法，即形成了除盘阵战臂体系能够给到的基础保障以外，还能提供的增伤恢复与负面效果的抵御。大家回头再想想，目前的主城队伍有哪一队是没有一点负面效果的？古桥有妖术和大桥，楚棋有关于主战法当中的犹豫，菜刀我们一般也会带到浑水，神赏队当中也有大量的负面内容，例如物理刀常用的战法泗水关，它有动摇效果；李儒的主战法也有恐慌和燃烧效果。这里头要注意的，虽然审时定计当中特殊负面效果包含了怯战和犹豫，但是这里头并不包含反击和战臂这样的一类指挥战法。原因是审时定计的词条描述是战斗开始后，而一类指挥的负面效果预备状态是在战斗开始前就施加的。本队第2个特别重要的战法是新战法火烧连营，战法内容当中也包含大量的负面内容，还有增伤、测试和收集的战报特别多。大家可以先看一个大概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队伍与魏贾诩位置的对抗，打蜀棋。蜀棋的阵风战报更好说明我方2万2的兵力，对方接近满兵，3个回合即收掉马岱，对我方造成的战损并不高。在此之前还已经打掉了一队满红的袁绍刀，5个回合打一个偏白一些的打火机。新位置对于打火机的压制可以说毁灭性的，因为陆逊的伤害几乎全部来源于负面效果的内容。再来一个面对正式之变的大张张，对面依然是满兵，大乔的主战法也依然有燃烧状态，这里面对的是一个满红的鬼神刀。问题也出现在李儒的主战法以及泗水关都有负面效果的内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队伍当中没有带9战，仅仅有程昱主战法的增伤，它到底够不够用？第2回合程昱的增伤86%，第3回合郭嘉给程昱提了谋略，再下来增伤就到了96%，所以增伤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。加点方面，郭嘉提速，程昱和荀彧是谋略。承受特性方面，后面2个给升 C， 郭嘉要求不太高。最后是战法降配的内容，毕竟率土从来不缺顶配，兄弟们更多的还是考虑没有那的时候上什么。火烧连营没有的时候可以上河内，燕焚击阵、急火左攻、风声这里不要换成3术，上个望风也可以，但个人觉得望风的伤害太低了。重谋这里可以换成深谋。当阳桥个人觉得是不太好替换的，下位代替是浑水或者妖术，但这种下位代替是远不及当阳桥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程昱是白板能不能玩？仅在盘战体系的角度来说，即使是白的程昱、白的郭嘉，再配一个满红的荀彧，强度也远远超过满红的魏贾诩位置，更不要说现在偏于弱势的蜀棋等等。还有兄弟会说没有程昱怎么办？周年庆可以选一个赛季将，再惨的甚至连大国家都没有，小国家也可以用。周年庆选什么将？兄弟们明白了吧？好，这就是本期新位置的基本内容，还会有后续，感谢关注，再见。